希特勒明显要比他的前任布吕宁、帕彭以及施莱希尔要聪明得多。他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把布吕宁他们给造成的实质上的总统制改回为议会制，什么事情都再次放到国会里来讨论。这样一来，他这个总理就可以再次变回直接对议会负责，而不再需要向总统负责，从而就不再需要过于听从辛登堡总统的命令。希特勒先是选择在国会里跟其他的党派尝试协调沟通，看看是否有可能组建一个稳定的多数来协助他行使总理权力。他先去找人民党协商，在达成一致后，两党在国会里的总席位总共有247个，但是国会里的总席位是583个，他们依旧没能过半。所以希特勒又去找中央党协商，因为中央党手里还有70个席位。希特勒很直接，让中央党提出一个问题清单作为他们谈判的基础。没想到中央党更直接，因为他们知道希特勒在打什么小算盘，所以提出的要求很简单，就一条，要希特勒按照宪法执政。希特勒心想，你开什么玩笑，搞这么半天，绕这么一大圈，我如果只是奔着按照宪法执政去的，那我不如当初就直接支持布吕宁、帕彭或者是施莱希尔不就完了吗？干嘛搞这么麻烦？所以在协商无果的情况下，希特勒果断地要求总统辛登堡解散国会，重新举行选举。他的纳粹党只要在新的选举当中取得多数，那他就不再需要在意别人说什么了。新的选举定在5月3日举行，这是德国在实际层面上的最后一次自由选举。在选举之前发生的另外一件事情，又帮助希特勒在新的选举当中赢得了更多的席位，以至于让他可以更加从容地掌控国会。而且这件事情时至今日都没有答案，或者说这件事情可能永远都不会有答案了，就是国会纵火案。尽管已经有足够多的证据表明是纳粹党的冲锋队在2月27日晚上通过地道进入了国会大厦，并且在那里堆放了汽油和其他的易燃物，但这件事情蹊跷就蹊跷在于，并不是由纳粹党人自己点的火。当柏林消防局赶到火灾现场的时候，他们在那里发现了一个鬼鬼祟祟的人，于是直接逮捕了他。在后来的审讯当中，据他自己交代，他是荷兰人，叫马里努斯·范德卢贝，而且是个共产党员。虽然他不是德国共产党的党员，但的的确确是共产党的人。最开始的时候是荷兰共产党，后来又加入了一个叫做国际共产党的组织。因为反对纳粹党，所以在国会大厦里放火。只不过他也没想到这把火能烧这么大，因为他并不知道纳粹的冲锋队在那里堆放了汽油。虽然这并不能证明他跟德国共产党有什么直接的联系，但这对希特勒来说已经足够了，因为他并不需要什么明确的证据，只需要一个看起来冠冕堂皇的理由，而现在这个理由足够让他去扫荡他所痛恨的共产党了。第二天，希特勒就以防止共产党做出有危害国家的暴力行径为理由，让辛登堡总统签署了一项叫做《保护人民和国家的总统法令》。后来呢，人们习惯性的把这项法令称之为国会纵火法令。这项法令主要内容包括限制个人自由、禁止结社集会、审查通信、搜查个人住所、查处个人财产等等。还有更夸张的，就是这项法令还授权政府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直接接管全国的所有权利。至于这个必要的情况怎么定义，那是他们自己说了算的。但这些都不是最严厉的，最严厉的是对那些严重扰乱社会治安的人可以直接判处死刑。同样的，这个严重扰乱社会治安怎么定义，也是他们纳粹党自己说了算的。希特勒立马就运用了这个国会纵火法令，直接逮捕了超过4000名反对党的成员，甚至包括民选的国会议员。当然，这里面大部分都是德国共产党的人。
以至于让3月5号那天的德国实际层面上的最后一次自由选举都已经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只不过之前就定好的选举还是继续进行了。这次选举可能不太让希特勒满意，虽然他的纳粹党依旧高歌猛进，比上一次选举又多了550万张选票，但很遗憾，他们依旧没能在国会单独过半。不过正常行使总理权力应该没什么问题了，因为他们之前就已经跟人民党达成了一致，现在依旧可以联合人民党一起。只是如果要干大事，可能还远远不够，因为两党加在一起在国会依旧没能超过2/3。而且人民党只是跟他们合作，并不会对他们言听计从。不过这个时候希特勒已经一点都不着急了，因为他手握国会纵火法令，直接宣布德国共产党为非法组织，取消了德国共产党赢得的所有国会席位。这样一来，他的纳粹党在国会直接就可以单独过半，而且他还可以通过跟其他政党合作的方式，轻松的在国会超过2/3，干他想干的任何事情。再不济，他手握国会纵火法令，还有什么能拦得住他？但是这个时候的希特勒已经不再是当年慕尼黑啤酒馆里那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头目了。他非常清楚什么叫做要想获取必先给予，所以他给足了老总统新登堡牌面，特意选在了3月21日这一天作为他新国会隆重开幕的日子，并且邀请新登堡总统莅临讲话。这个日子对于新登堡来说意义非凡，因为这一天刚好就是铁血宰相俾斯麦主持的前德意志帝国第一次议会开幕的日子，而开幕的地点更是无与伦比。希特勒安排在了波茨坦驻军教堂，腓特烈大帝就躺在这里。一同受邀前来观礼的还有德意志第二帝国时代遗留下来的老元帅、老将军们，他们身穿华丽的金光闪闪的制服，在大铁十字勋章获得者头戴骷髅骠骑兵帽子的冯·马肯森元帅的带领下步入会场。希特勒非常聪明的把主角让给了他们，而这一刻你似乎恍惚间都能看见，在大厅的正中央，腓特烈大帝和铁血宰相俾斯麦就站在那里，那是几代德国人的荣光。新登堡总统被感动到老泪纵横，即便如此，希特勒依旧觉得还是不够。他站起身来，毕恭毕敬地对新登堡总统说：“我们向您致敬，感谢上帝的保佑，我们新一代的青年能有您的领导。”一通眼花缭乱的操作下来，希特勒已经赢得了老总统毫无保留的支持。新登堡甚至感慨，他总算为祖国选对了人。不仅如此，希特勒还借此机会笼络了保皇派、容克地主、旧贵族。现在没人会反对他了，即便有，也没有人会在意了。虚假的荣光满足了别人，那接下来希特勒就要干正事了。2天之后，也就是3月23日，希特勒在国会以441票赞成、84票反对通过了授权法，正式的名称叫做《消除国家和人民痛苦法》。我也不知道这么土的名字他是怎么想出来的，也确实对得起他的学历，毕竟初中都没能毕业。消除人民和国家痛苦，乍一看我还以为是个什么宗教术语，给人感觉很了不得的样子，所以后来大家还是习惯称之为授权法。内容其实就短短5条，立法权、修宪权，再加上跟外国递交条约的权利，全部从国会移交给内阁，以及内阁可以由总理起草，直接制定不受宪法限制的法律。还有就是总统的权力不变。听起来感觉好像很复杂，总结一下就是，作为总理，以后希特勒想干啥就干啥，但是只要总统还在，他就依然会给总统3分薄面。在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之前，魏玛共和国被布吕宁、帕彭以及施莱希尔从议会制搞成了实际上的总统制，然后希特勒刚一上台就想尽一切办法把实际上的总统制又变回了议会制。但是现在授权法通过之后，国会就又彻底沦为了摆设，因为希特勒作为总理已经不再需要向国会负责，
他的内阁手拿授权法，可以随意做他们想做的任何事情。或许国会也不能完全沦为了摆设，因为希特勒毕竟还需要经常在国会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讲，以此来诱导民众，蛊惑其他国家政府的领导人。Es hat alle in dem Friedensvertrag auferlegten Verpflichtungen weit über die Grenzen jeder Billigkeit, ja jeder Vernunft hinaus erfüllt. 这些都不重要，实实在在的情况就是，这个授权法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用的工具。之前需要通过议会来做的事情，现在已经不需要了。比如1个星期之后的3月31日，希特勒通过授权法发布了一项新的法律，解散了全国各邦的议会。但是不再需要举行新的选举，直接比照国会选举的结果重新组织各邦的议会。就算是这样，他还仍旧不满足。仅仅又过了1个星期，他再发布一项法律，任命了各邦的首长。被任命的各邦首长有权直接任命自己下属的各级官员以及法官，甚至他们还可以直接解散议会。而被希特勒直接任命的各邦的首长无一例外都是纳粹党的人。这样一来，在距离他毕恭毕敬地对辛德堡总统说感谢的那天，才过去短短不到2个星期，希特勒就完成了俾斯麦、威廉二世以及魏玛共和国几十上百年来想做但从来都不敢尝试的事情。德国各邦的单独权利被他在实际层面上正式废止了，他完成了德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实际意义上的统一。名义上各邦还是各自管各自的，但那也只是看上去。就如同希特勒从来没有正式的更改过国名一样，依旧沿用了魏玛时期的德意志国。等到1年后的1934年1月30日，希特勒上台1周年的纪念日，他又发布了一项法律，叫做《国家重建法》，正式明确地废除了各邦的议会，各邦的单独权力全部收归中央，各邦政府隶属于中央政府，各邦的首长全部划归内政部管理。从此，实质上、名义上、法理上，德国都完全统一了。即便依旧叫做德意志国，虽然纳粹党的人早就自称他们是德意志第三帝国了。而且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希特勒所达到的这一切目的，真的用的都是合法的手段。除了扫平德国共产党的国会纵火案有些模棱两可说不清楚，其他的一切真的就如同希特勒自己说的那样，只通过宪法的手段来攫取权力。主要的目的达到了，还剩下一些其他的问题，但最多也只能算是一些细枝末节上的小瑕疵了。比如怎么才能防止其他势力的反扑，如何把军队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如何应对人数日益众多的冲锋队，并且他们越来越不好管束，经常跟国防军发生冲突，让军方非常的恼火。以及这些细枝末节的小问题当中，最重要的就是辛德堡去世以后，谁来继承总统的位置。Unser teures deutsches und preußisches Vaterland